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我们继续来捕捉恋人的讯息哈，然后看看有什么故事线可以发展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你和他的关系上的最新发展、最新突破哦。那是什么关系呢？其实都靠的暗恋啊、暧昧啊、交往啊，还是确定关系都可以了哈。我们今天来看的是能量上的一个新突破哈和时间点。来，我们先抽3张牌。好，然后来帮你找找最共振最强的3张牌哈。哎，哦，等一下近看的时候，如果你想看久一点的话，你看一下暂停哈。哎，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好，第一张是魔术师牌啊，魔术师牌哈。好，第二张是愚人牌。好，第3张是宝剑皇后。好，其实不用想太多哈，也不用特别去找到你喜欢的点。一般来说我觉得啦，我认为你用乍看的方式，你用一种睥睨的眼神看一闪而过的方式去晃过，然后总会有一张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会一直让你想起他哈。即使你有一点点抗拒，你不想选他，但你的心智上各方面就是会想选他，你就选他，因为表示你现在的共振或是一个集体意识或者底下一个无意识状态是比较符合他，那表示那个共振也蛮强。你可以先听听看看那个故事哈。那基本上同一天，我这边同一天算的牌解的牌的故事的意识的流向，有的时候会非常接近，所以你听完你的那一个故事线之后，你觉得你听不够，或是你觉得不符合，有任何状况你都想要多听，你就可以去听看看其他的。我会在解牌的时候也会顺便讲讲，可能跟哪一号有一点点类似，你可以再多听看看哈。好，就这样，如果选完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然后我们从选1号牌的朋友开始后，今天的题目是你和他的关系上的新突破哈，最新突破。是什么关系？你自己先想一下哈。然后其实这一题应该是都符合了，因为我们要测的是能量上的突破和2个人能量上的突破，或是一些心智上的突破，然后再帮你看哪个时间点会更好哈。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先抽一下牌哈，你等一下哈。好，先这样哈。来，帮你看一下哈。目前看起来的话哈，我必须说你们2个人期待的方向，是我脑袋里的期待的方向的讯号给的词是相反的哦，但是都是蛮好的啦哈。只能说，你这边会比较偏向于一种幸福美满的结果，而他那边所比较偏向的是属于一种事业上、生活上、生命上的加分哦。他那边对于依附某一个人、依附某依附人呐、的概念是比较弱的，而是应该是说比较不那么需要依附人。他认为自己的个人的各种，如果说一个人有分上非常多的结构啦，比如说
各种能力的分配啦，比如说金钱啊、健康啊、生活品质啊这种啦，看你怎么分了哈。每一个都有一些分数，他希望每一个东西都是平均向上提升的，然后他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哈。因为在他的最内心的世界里，他认为自己好，旁边的人才会好，所以他会表现出一种自己比较重要的一种错觉。其实，可是他内心的那一个声音，他觉得自己好，别人也会跟着好。这个声音，他并不会这么外显出来。他基本上，他也这种念头也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在他的身体里面发芽啦，让他现在会这样子啦。可是实际上，他并不像是外表表现出来的这么，好像很自私啊，好像有个人主义啊，比较强烈一点的。其实那是一个他的错觉啦，对他的错觉。而你这边更多，不是更多，是你这边比较偏向于要跟大家一起，要群体一起，你们都是一种大家要一起好的概念，可是成分跟方式不太一样。你这边会跟大家会要并行，一起行走，手牵手，然后很难独自一个人，大家一起走会更好，是这样子。其实是两边是相似，但是却不同。也因为这样子你们的相处，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摩擦的撞击，都是因为在这一个极相似却极不同的概念上产生的一种不适合感。但基本上啦，我认为你们是95%适合的，但是因为这个5%的这个不适合实在是太尖锐了，对于相处起来，对于两个人的概念上，它是有一种极大的冲突感。可是其实其他的东西结合起来都蛮好的，所以如果你说以现在这3张牌来看的话啦，关系上的重大突破我觉得只需要突破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点我常常讲，你们缺少的是分享你们个人最内心的那一个想法。我说的是个人内心的想法，而不是分享你们怎么对世界的价值观，你们怎么看了你们的生存方式。没有哦，你们最心底会有一些声音，无论是好，无论是比较凶恶的，无论是极为善良的，你会有一个声音去对于对方的某一个声音，他可能会太过诚实，他可能也会太过美好，可是这个声音在心里，你们缺少了这个分享。但是我必须说，这个分享其实有非常危险的地方啦，它可能会很难选对时机去分享。所以呢，我这边希望你先想清楚你心底的那个声音，然后用各种方式去表达，而不要直接用直率的方式去说出来。譬如说，譬如说，你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有让人家误会他很自私嘛？你可以跟他说：“我觉得你好像不太关心别人。”原本你想讲的是这句话，或是你其实更深层的话，你想说：“我觉得你看起来你的人其实还蛮自私的。”可是他这有很多层次的嘛，他可以转译成：“我觉得你不太关心别人。”但他也可以转换成说：“其实你可以多多的。”欣赏一下谁谁谁的优点，或是我们再改一个形容方式，就变成你可以把它说成是说，我觉得那一个人谁谁谁，其实这个部分还做得蛮好的，应该是他的优点吧，用这种暗示性的、提示性的这种来去导入去，然后看他的下一句话是说什么，他可能会说，其实我没有注意到。其实我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再去补一句啊，就会变成是说，对啊，有的时候你都太慢发现了，其实这个人也蛮好的。他这种有一种旁敲侧击的去影响一个人的意识、内在意识的一个组成。如果我们只是单刀独入说，你都不太关心别人，你都很自私，只想自己，他这个形容的角度就太硬了。可是如果你用这种比较一点一点的去把结构
解开之后，一点一点塞进去，一点一点给予，他才会在他心里慢慢组成你最原始想要讲的那一句话。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一个分享，你心里最想分享的那一句话，你们缺少的是这个部分的分享了。所以，就这个5%，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反而这个最尖端的5%，非常高难度，我觉得比较高难度哈。选到1号牌的朋友，如果你们关系上的重大突破，可能就在这边，因为我觉得他用宝剑3来做这个平衡两个关系的这个基底哦。我是觉得你们要突破的点是非常敏感的，非常易碎的，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所以我才会用这个方式来解释说，你们两个人的沟通上面新的突破点的方式，要用比较分享的方式，但是这个分享的方式要一点一点的，有点像煮积木的方式，你不可以一次给他一个很大型的乐高让他去煮，没有，你要一点一点。譬如说，我们先把脚煮起来，然后我们先把树煮起来，我们先把屋顶煮起来，这样才知道慢慢煮起来是一个别墅或是一个花园，要这样一点一点。如果你开始跟他讲说我要煮一个城市，那就可能太过负担，或是难度太高，就一点一点，慢慢看到愿景，慢慢看到你真正想要分享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好了。来，我们继续往下翻。的确啦，在你们的关系上哈，他在表达上，他在诠释自己情感上，是比你更加的保守，比你更加的传统，比你更加的没自信，或是不习惯、不擅长。他也许是一个善于承担别人责任的人，善于承担大家责任的人，善于解决大家生活问题的人，善于解决大家各种困难的人。但是他在精神面上，他没有这么擅长诠释，甚至很多精神面的、感性面的东西词句到他身上来说，他会呈现一种停顿的状态。你的部分就没有，你的部分是清晰的。对于情感的流动，对于情绪的表达，对于文字的词性，甚至你更了解诗的意义。可是他那边就觉得那就是字，那就是字的组成，那就是造句，这就是你们两个还有那5%的差距也是在这里了。所以你缺少的对于事物的硬邦邦的思考，它可以给予你因为有些东西有些事情的思考是就是说一说一说二就二，就是直角型的。在你这边有的时候事情会变得比较钝角、比较圆角，会有很多转弯。可是他这边就会有很多旋转，但他这边就没有，他这边是90度、180度、270度的这种旋转、这种转弯。这是在某些事情上面对于来讲是你的不擅长，然后可是对于你做很多事情来说是有帮助的，你可以从他那边学习。但相反的，他就是少了你这个圆角、那个钝角，知道事情在处理的时候还有更多的层次，还有更多的情绪、情感，跟更多的同理心、恻隐之心，还有怜悯心。很多事情是你事先会感觉到，可是他会在事后才会知道，所以这是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差距。所以其实你们的关系的突破上啦，我觉得但5%就是在于你们那5%有一点点太相反了。也不算是一个平行时空的事物，而是一个相反的。它是那个5%有点像是它是黑的，你就是白的；它是光的，你就是暗的。你是红的，它是绿的；它是蓝的，你就是黄的。它是一个呈现一个对比，总是相反在对立面的。所以关系上的突破点，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分享个人的独自的、独立的、独断的想法，而且可是要用一种分享的态度去彼此去接收到，
啊，要让他也让你自己去理解这完全对立的世界的讯息的一些线索，然后彼此要成为这个你本来触摸不到或是很反对的那一个世界的第一扇门，因为对于彼此关系上有好感嘛，对彼此关系上也比较密切，所以这一个第一扇门开起来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柔软的、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好开的啦。所以如果关系上要突破，这一个是你们需要试着去开启的东西啦。来再看一下别的辅助讯号。其实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非常相像的人啦，只是你们思维的想事情的方向感比较不一样，但是终点都还是一样了，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啦。总是用比较复杂的方式、比较艰难的方式、比较忍耐的方式去到达目的地，可是两个都会走到同一个目的地。可是就是因为你们总是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法、这种不同的思考方法、不同的路径，所以才会有一种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在不同世界，可是其实你们最后还是会走到同一个位置。无论这怎么结构组成起来哈，但是总是有相同的讯息，总是有相同的讯息。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从不同国家要去同一个目的地旅行的人，然后你们都选了很难的交通工具、很难的行走方法，但是很有趣的是，你们都设定好要30天到，然后要到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方，然后你们也没有要见到彼此，但是你们会见到彼此，然后你们会因为来到了相同的地方而分享彼此是从什么路径到来，然后你们不会排斥对方用的方法，你们反而会好奇，觉得很新奇，对方用了跟你完全不同的方法到达目的。你们应该要这样子相处，而不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可是却要认为自己走的这一条路才是对的，然后去否定对方。其实这个会有一点误差啦，我觉得这会上来是一种分享和沟通上的误差啦。你转换一个新的情境，你就会知道，其实是一样的逻辑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所以我才说分享的重要在这里哈，你会看到跟你完全不同的世界所带来的新奇跟乐趣。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世界转换成它的做事方法、它的思维模式、它的逻辑哈。而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交换的，而是用来增加思维的内容量，思维的就是说丰富度啦。好，我希望你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要讲的这个方向哈。好，这是你们关系上突破，应该是讲，我来再帮你翻一下。今天的题目一般来说，主要我的习惯风格啦，还是比较不像直接给你答案，而是我会找出如何达到那个点的方针方向哈。你们两个其实应该要是彼此在这个人生上面对世界的一个同伴啦，不一定要伴侣，但是是同伴啦。你们常常会有一种逞强，或是有一种对抗世界的心态。但如果你们两个成为自己的同伴的话，至少会有一种不孤独，然后会有一种有人明白你在坚持什么，有人明白你在辛苦什么吗？或是有人会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得罪别人啦？其实你们的目的跟想法是一样，你们对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被误解，当你知道你将要被误解的时候，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其实知道你不是被误解，你只是没机会被理解而已。但这个人知道就好了。所以你彼此应该是要在应该是这条路上的伴才对。
好，来帮你看一下时间上哈，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关系上的突破的时间点？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东西，会有一个突破的时间点会在哪哈？哎。好，圣杯一，钱币七哈，节制牌。圣杯一的话，时间应该是会在2376，在中间中段，上波时间蛮长的。钱币七，中段也是哈 l o w Supreme 中段。然后节制盘应该就是在冬季射手座的这段的话，确实哈，我看一下，其实这里3个牌哈所散落的时间点的暗示哈，跟它的原本在星座上星盘上所映射的一个位置来说，其实这3张牌刚好分布了整个一整年的各个好的时间，并没有重叠，也没有特别强调哪个时间哈，甚至连节制牌会在最那个稀有的位置都把它填补起来，在一个季节转换，冬季转年度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组合再加上图片上，我需要告诉你的是说，你们的关系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随时的调和啦，需要很多的随时的，怎么讲？它很随机，好，但是它主要的一个重点是，你们必须要保持彼此的一种热络的联系。你们2个的相处很像是一朵很难种的花，但是当它长起来的时候，它很难，或是植物，它很难凋零，它不容易凋零，哦，所以任何时机都可以促成你们关系的成长啦。所以没有特定的时间，所以就是说，你们要保持比较好的热络的相处方式，慢慢来，慢慢的去我刚刚说的去执行那个分享的概念之后，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好。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希望能够帮助你得到一些相处上突破的难关的一个方针哈。那么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呢。如果喜欢，记得按赞支持一下我每日更新的动力哦，谢谢。好，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们关系上的重大突破哈。那我会直接从2个人的能量结合的情况来帮你找关系的突破点是什么哈。然后再看看什么时间会更好哈。来，我们来先抽一下牌，组合一下哈。好。好，先这样哈。首先第一个讯息是说，你要去迎接他啦，你要去把他从现在的困境拉出来哈。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他现在所处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困难度，他的困境思考的环境的各种他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劳累、非常疲惫、非常需要人帮忙的一个状态。那相对你这边的能量来说，我只能说，他心里现在所渴望的那个位置，正是你现在在呈现出来的。但他不是向往你，而是他心态上所向往的那个模式，或者那个境界，或是那一个环境的氛围，或他心底的那一个想象的世界了。他现在很想去的，刚好很类似你现在的，然后你正好在那里。可是他一个讯号比较像是说，你还蛮不太
明白你现在的位置有多好，但他在他眼里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境界哈。所以这讲起来很抽象了。我的意思是说，不过我必须再强调一件事是，他不是因为看到你才这样想的，而是他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的。然后你们两个现在有一个眼睛上面的错过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他看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你不知道，你身上有，大概是这个简单的造句、简单的形容啦。那所以我才说，现在的你，你现在的能量，你现在的性格，你现在的人格，你现在的个性，你现在所散发出来的价值观各方面，是能够把他从他现在的思考困境，或者生活困境，或是现在的一个负担感，或者一个沉重感拉起来。所以在这一个同时，你的出现或是你的位置，会让他产生一种很默默的、很潜在的依赖感。它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要去依赖你，没有，他会慢慢的在他心底会产生一种你的重要性，在他心里会建立起来。如果有，会更加的重要。只是说他这边有一个暗示是，你在他面前不要太过于展现你现在的快乐跟什么。我觉得你要变成是一种被动式的，在他散发出负能量，在他散发出困扰的时候，你要把他拉到比较乐观进取的方向去，一点一滴的让他理解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这样子。也许你本来就不觉得难，有什么好难的？可是对他来讲，每一点点的，只要一点点的支持，对他就已经放大很多了哦。就是说，也许你只分享给他，或者你只展现给他你的快乐的1%或2%，1成或2成，对他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多了。所以不要太过于展现说一定要赶快达到你的位置的100%，这对他来讲有点太多，加上会有点讽刺啦哦。很奇怪的一个转换，但你跟他相处上这个部分要有点小心。他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所谓的懦弱或什么，他其实在目前看起来，他其实是算一个他是一个很坚强、很有韧性的人。可是他现在是处于一种逞强的状态。哦，来看看，他现在他个人把自己，即使他自己，他现在对于他自己是什么，他的位置的价值观或什么，他原本是很确定的。他原本是很确定自己是谁，自己是什么位置，自己该做什么，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他之前已经到一个饱满的状态了，甚至觉得他该做的事情他都已经做到了，没什么有趣的了。可是现在这些东西突然被他收到很心底了。我觉得他在近期有遇到一些挫折感，他有重新审视他现在的对于人事物、对于世界的价值观。所以你们现在关系的突破啊，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应该是在于你能够理解他现在这一个程度有多深。但是我觉得这个要花一点时间，因为他把它藏得很深了嘛。我觉得你可以去唤醒以前的他，是多么的悠然自得的。然后近期应该是有受到一些挫折，或是有一些事情让他退缩了。我觉得你们关系的突破，你要变成他心里更重要的。我觉得你要去唤醒他原本的那一个，应该是说你原本为什么喜欢他，你原本为什么会在意他的那一个吸引力，或是那一个吸引你的点，他最近把它收起来了。也许在你面前，他最近会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光彩，没有什么光芒或什么的。那是因为他近期有些不知道哪来的一个负能量，或是一个很强的挫折感加注在他身上了。他正在撑过去。那你的存在可以让他融化一点，可以让他这一个僵硬感可以变得比较柔软一点，比较松弹一点啦。那这段时间你的陪伴跟你的把他叫醒的这段时间结束之后，
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好，你的重要性会在他心底建立起一个很难以忘怀的一个角色啦，也会忘了一个记忆或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需不需要你，但你需要，但我觉得你要主动一点，因为你现在的能量是刚好比较能够多做一些事情啦，因为我不确定你自己个人这个能量能维持多久哦，因为我有读到一些四维渐弱的讯号，只是你刚好现在是在一个接近顶峰的状态，所以你现在帮助他，你现在陪伴他，下一个阶段或下一回你下坡的那个阶段，就是他要来重置、复制你现在陪伴他的一个概念、一个方法、一个感受来去对待你。你们两个的关系现在是变成他需要你哦，你们会有一种交换的能量了。你们的能量在我直觉上，牌面上没有显示，我觉得直觉上是顺的，有一种两个可以融合的物质，然后有一种你推我，我后退，我推你，就是有一种很融合的状态，但是并不覆盖，就是有一种很就说这样子会一直这样推来推去，但并没有把谁盖住哦，只是会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柔软的状态。你们两个的能量是这样子的，只是现在看牌的这个阶段，他是比较需要你的，但是你这边其实也在慢慢的落下来哦。我有看到一个落的趋势，所以我会希望那个时候是他来帮助你，但现在你的上扬是也算是一种很重要的契机，是要让你去唤醒他哈，协助他的一个状态。我看一下，你现在学到，应该说你在看这张牌之前啦，你刚学到了某一种对于世界的一个新的价值观哦，你突然有点体会到，很多事情不是你冲刺了，不是你非常努力了，就会得到你应该有的东西。你前阵子或前一段有些事情，你所得到的是该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想争取的就应该要为了你的努力而给予你。你理解到了一个程度上，就是其实宇宙有给予你该有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开始比较不慌不忙，也现在开始变得比较对于世界有一种比较舒坦的感觉，比较能接受更多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现在就是需要这一个。那你才刚领悟到，才刚学习到，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帮助他，因为这里有看到这一件开窍。刚开窍的这个部分在你身上，后面会突然有一小段时间，你会又突然不懂了，所以你必须要现在把这个想法或这个东西拿来帮助他，让他领悟到之后，他在后面有些时候他才会利用这个来唤醒你，回到现在这个状态哈。等一下哈，因为我在解读你这边有一个突然会一闪而过的落寞感啦，我在捕捉那个顺序，看一下。这样哈，他现在哈有一个情况是，他自己也很惊讶啦。他原本对于思考事情是非常直觉，不是直觉啦，很独断的、很明确的。他最近突然比较有点有点
对于他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他想要选择的事情，他有点加太多自己的情绪进去了。我这个应该是说，譬如说，我就讲一个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哈。今天本来要吃一个巧克力，要一般的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要牛奶巧克力？以他的心态来讲，他就觉得牛奶巧克力太甜了，他以前就会直接买黑巧克力来吃。可是他现在加了一个情绪进去之后，他就会觉得我不要那个苦味，我要那一个牛奶的甜味，我要的是开心。可是其实他自己知道，他其实觉得最健康的，或是对他身体各方面，他最喜欢的是黑巧克力。他说加了情绪进去之后，他就觉得我才不管那个什么，我只要甜味，我要开心，我要舒服。他现在判断事情有很多情况会变成是这样，所以他会有一种判断有点太过于靠感觉，所以他现在在他现在这一个阶段里，他才会突然觉得有很多的挫折感，因为他突然觉得他选的很多东西好像选的很舒服，可是结果都不好，所以他困在一种困局里哈。然后你的存在来这里哈，并不是要让他觉得说你还是要照对错或什么来判断事情，就是说你不是要让他觉得说原本你选黑巧克力就比较好啊，你干嘛突然用情绪去选那个牛奶巧克力这样子？你的存在不是在讲这个，你的存在是要去告诉他说，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那你不要自我怀疑说你为了一个当下的快乐是错的，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你一定要回到原本的那一个判断才是对的。你的出现是要让他知道说你要舒适的、更开放的心情接受当下的你，去接受你现在的需要，你现在想向往的事情，这样子对人生这个大主题才会比较好，而不要被拘泥在很多事情的决定都是用来审判你这个人的好坏的。好，其实你的存在就这个很抽象，但是它也有比较深的意义，就是你要去让他更明白自己当下任何的决定、任何的想法，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直觉的各方面，当下的你一定都是最好的。你所选择的感觉，在当下都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过去的自己跟事情的结果，来去重新审判自己的价值，重新审判自己的好坏。你的存在，现在你的存在所带的能量，应该是要这样子去引导它，这样才会让整个人生跟走的方式会比较舒服，会比较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心态啦，也不会太拘泥于别人的价值观，也不会太拘泥于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成功，或是成功人士的失败的定义。这样子，他现在有点困在了事情整个价值什么是什么的方向，他甚至有点背离了他原本所认为的价值观。主要还是因为他突然拘泥起来了，他突然拘泥每一件事情的真相，每一件事情的真理，可是他又找不到方向，所以他把自己困在一个好像没有答案的世界里。但是你所带来的是，其实追求这些真相、这些答案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而是当下的自己、当下的自我的那个直觉、那个存在感、那一个舒适感、那一个快乐、那个幸福感，你当下的决定、当下的那一个感受才是最珍贵。你所带来的应该就是这个，所以你们关系上的突破应该就是就像我现在这样讲的，你们会因为这些事情会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当他反过来帮助你的时候，你们会再升华到一个境界。你们两个关系上的突破应该就差在你们有一个互救、互相支持的一个缘分啦，你们的能量你们的契合度是在这里啦。所以你们每一次关系上的突破，都是因为互相你来我往的帮忙，或是互相你来我的理解，互相你来往的一个学习，然后慢慢的在人生里面成为一步一步成为越来越有价值的人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一段如果你这段真的感觉到非常美好，或者一切都觉得很舒适的话，你要准备一下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小失落感会出现然后你就去体会它，那个失落，你去接受它，然后顺便同时去想，如果你是你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你要怎么来帮助你自己？你要怎么来开导你自己？你不要用你自己去拉你自己，你要让自己去分离出一个好像是旁观者，
另一个人来看你，来去帮助你自己，这样子比较清晰啦，哦，也会找到一些新的方法，哦，也会比较能够跳脱出看清楚自己的困境。好，我再翻一下哈。第二套牌讲的东西，今天讲的有点蛮难的哦。你可以仔细听看看其中的逻辑在哪里哈。甚至有的时候，像听这么多句子的时候，记得你不要每一句话都一定要把它听清楚。你可以每个东西都是听完一遍乍听完之后，然后你脑袋会浮现几句重要的话，就是那几句重要的话对你有用才会印象深刻哈。来。好，你们的两个关系的连接，现在有太多的过度思考了啦，还是要放轻松一下啦，放开怀一点啦，我还是比较支持当下感受，你当下的你，对于任何决定，对于如何下一步，当下的感受，只要感受到舒坦，感觉到舒适，那我觉得通常都是对的，通常都是，不能说通常都是对的啦。通常都是比较对你比较好、比较健康的方向。至少我觉得在身心方面是比较健康的。好坏我们后面才知道，不好我们就承受，再学习就好。可是当下你那个舒适感跟你那个舒坦的感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哈，两个有什么时间点会比较好突破哈？我讲最近的啦，时间最近的就好了，不用讲太远。世界哇，到了世界了，不是世界了，命运之轮，到了命运之轮了，到了命运之轮，通常都是春天出头了。我觉得他们就春天开始哈，然后钱币，可是钱币这里的时候又是要入秋了，夏季末了。然后圣杯五，看一下圣杯五打好的时候，圣杯五啊，秋，我觉得这里比较以季节来说啦，秋天就整个秋天它在夏天结束之后就开始了，就是你们关系可能要在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那如果以距离来说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3、4个月，因为我不知道你确定什么时候看啦。如果现在你看牌说还没秋天，它就是最近一次就是秋天的时候关系会比较好。如果已经过了秋天了，到冬天或者已经春天了，那可能就是要3、4个月之后。然后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是就3、4月啦，可是我觉得以现在来看盘来说，我觉得不会现在发生而且它也已经有点过去式了，有点过去，所以上一个你们关系比较好的、有进展的好时机，能量比较契的时间有点过了，再来就是要进秋天了，所以你可以慢慢来慢慢来，去这段时间可以去理解它，照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慢慢的去接近它、影响它，我觉得它会感受到你现在的某一些正能量、某一些好的方向、某一些讯息啦，因为你看他的角度，跟你想象他怎么看你的角度是跟他看你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现在只要多做好自己，多去散发你现在所认为的正面的能量、正面的讯息，我觉得对他来讲都是好的然后关系就会，我觉得关系有一阶一阶的会慢慢变好了，因为你们的关系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也没有所谓的要变多好，而是你们在这个互相扶持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会成为自己彼此人生很重要的价值，这才是你们两个人生的方向。然后就这样在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对你有一些方向这样的提示那么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感谢。来，我们接下来是选择3号的朋友那我们来用这张这组牌吗？这组好了，一样这组牌那今天的题目是你们关系上的重大突破了任何关系都可以讨论，因为我要用的是
你们两个的能量的结合，然后再帮你找出一些问题，然后帮你找到一些可以给予你建议，所有的关系上如何突破的一些方法跟方针，然后所以任何关系上应该都是可以契合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我再帮你看一下什么重要的时间点后，来我来先帮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能量的结合的状态哈。好，这样的话，先来帮你看一下哈。哦，好，你们无论是基底上、方向感上、对生活的价值观上面，我觉得在我的看法里是非常好的同伴类型的。你们在生活上，对于未来的展望上，你们可以自己独立下去，但有这个伴，任何角度上都是很加分的。好，你们对于未来想要走的方向，对于想象，或是对于每一步成长所增加的新的挑战，性质上跟内容上其实都蛮类似的哈。目前能量上看到的是这样啦，所以无论在任何关系上，你是暗恋他、暧昧还是什么，其实都有很好的机会发展下去。只要你们再往前，再往下一步，以3张牌来说，我已经看到不错的发展了哦。然后再看一下，帮你找一些关系上的缺失哈，还有一些看有什么缝隙。一般来说，我会习惯性啦哈，我会比较急的是希望能找到一些破口，然后帮你找到一些好的观念，看能不能帮到你。但目前看起来3号牌的很多东西都蛮顺的。你们现在差的是一个时机点，一个关系上，它需要出现一个很特别的事件，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瞬间的升华。因为你们的基础哈，你们原本的相处，或是未来的相处，因为它这里也包括暗恋的人啦哈，都是往一个好的方向行走的啦。哇！现在你们的关系处在一种，用来形容就是说，你们想要买一个农地，或是买一个花园，哈，然后你们很聪明的知道要先选择对的土壤，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想种植什么。那偏偏你们的2个人在一起之后，你们就能选到最好的那一个土壤，然后种任何你们2个想要种的东西都会长得很好。你们2个人相处的价值在于，只有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那一个好的土壤，那一个好的农地，有好的土壤的农地，那个位置才会出现。你们各自的时候都不够好，而是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各种的知识的交换，各种的元素的结合。我觉得你们不太像是互补的能量，你们像是2组蛮好的能量加成在一起往上的。所以说，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不认为你们的关系应该是要用突破这个字，而是应该要用2个人关系上的重大加成哦。因为你们目前我看到的是没有困难点需要突破的，而是你们如果硬是要找到你们现在的关键时刻，我觉得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你们突然增加了彼此的重要性，突然认识到这一个人在你生命中的可贵。我这样翻出来还是没有啊。如果硬是要我说抓的话，倒吊人牌在这里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唯一极小的不顺利、有争执的地方，只是在于，对于一件事情要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选的方法会有点不同。那但是这一个缺陷又处在一种彼此都太为对方着想，彼此都太想为对方牺牲，做出了错的判断。其实只要轮流就好了，有的时候是你付出，有的时候是他付出，这样就可以了。你们的关系上就可以，你们可以有一种交换或是轮流的感觉啦，对彼此好或什么。那我这一题我一直想到，如果你是在暗恋一个人，跟他还没有发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啦。然后记得多展现一下你自己，不要去配合他展现你自己，只要展现原始的你自己，效果都会比较好。在这一题，好，我觉得3号牌会讲的蛮快的，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好的时刻啦。不过这里的牌有一个讯息没有出来，就是加速或照进。其实命运之轮在这里，其实它会有一个加速的讯号，可是因为它出现的位置我不认为它适用于加速啦，我觉得它比较适用于一种扩大理解、扩大体会，然后扩大去，它比较像是一种关系上的提升，关系上的加倍提升，关系上的升级，突然有点跳级，它比较像这个，它不太像是说一种急躁感。为什么我说急躁？因为它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急躁感。我的意思是说，他还是在告诉我说，你们的关系比较像是一阶一阶楼梯慢慢走，就会越来越好。因为给你们的楼梯的厚度、楼梯的高度、你抬脚的高度、你行走的坡度，即使是再长的楼梯，你都会走得很舒适的这个状态里。你们两个现在关系是这个，所以我不认为选到3号的朋友有什么要突破的，而是比较多的是你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点，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升级还是没有，还是都是很好的连续无论是在于你们知识上的升级，无论是在你们内在精神面的升级，都是达到一个蛮好的状态。但是确实还是要在你们两个都一起出现的时候才会有啦。你们各自的时候都我觉得有点平平淡淡的，它还是有一个底下，还是有一些犹豫，底下还是有一些思考的复杂性，还是有一些被拖慢的等待，或是有一些不安，或是有一些独自辛苦没什么收获的讯号都有但是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这整个讯号是会有所改变的，因为能量结合了我看到的这个讯号的流动跟这个故事线的发展，我觉得我不是很容易挑出毛病来，反而是有一点点太像是一部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喜剧，有点像是平铺直叙的喜剧。所谓的没有高潮迭起，是它没有非常要去刺激你喜怒哀乐的桥段，它就只有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连贯下去的喜剧。然后，这样子的缺点，唯一的缺点是你们会感受到一种太过饱满的疲乏啦，所以它可能会衍生出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现象，就是当你们相处太顺遂的时候，你们会突然有一个心态，就是会不会后面会有坏事发生。所以至于这些点来说我觉得硬要挑毛病啦它就是小心会有无病呻吟的状态会出现啦。但是就是呻吟一下，随便抱一下就好了，拿来当做增加一点生命上、生活上的情趣也是可以了，相处上的情趣。因为这个我是认为啦，一切顺遂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因为宇宙的平衡，它当然会有高有低啦，只是你们这个比较顺的，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好的能量的情况，把好的能量的行走时间拉得比较长而已
但也有可能在于你们两个各自个人的时候，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用来宇宙平衡的时候，所以才会让你们的个人比较暗淡一点，比较没什么光彩，也比较没有什么活力。好，因为它这一题，我觉得牌面上比较多的是要在组合起来的时候，房屋才立得起来。你们彼此是彼此的盖房子的一些梁柱，所以当你们离开了同一栋房子的时候，房子就没有什么好建设的建设性了，没有什么功能性。这是你们两个能量需要往好的方向的话，必然结合，必须结合哦。所以无论是任何关系啦，这边有一个暗示是，你可以勇敢一点，试着去接近那个人，试着去如果你是暗恋的，试着去跟他开始做朋友，试着去跟他更接近，试着主动一点。如果你是暧昧的或是在交往的，试着去增加更多的相处内容，频率、次数都可以。它其实是往一个比较契合的方向走啦。你可以试看看。好，因为牌面上真的没什么缺点。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哈。第三组讲的比较快哈。如果你听不够，可以试着去听看看一二组哈。虽然一二组没有这么顺了，但是可以听看看其他的一些建议或指引的方向哈。时间，因为都已经很顺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有意识是需要帮你找到什么好的时间点，但我帮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点会在这个关系上会有一些大的起伏，或是能量爆发的时间哈。圣杯3的话，圣杯3的话，夏季应该算是夏季之前啦。然后，我记得战车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我来看权杖3好了。时间跨的还蛮，反正这个比较简单，他就告诉你说，大概要进入夏季的时候，双子座生日的前后啦。双子座生日的那一个前后能量是比较对你们来讲是比较好的啦，所以那个只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像是一个你们两个关系上，因为两个关系上都已经蛮好的，它只是一个 bonus， 一个新的奖品，一个抽奖得奖的一个时机点。那个情况你们会有更多的一些收获，更多的一些乐趣，就这样啦。好。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反正就是如果你已经快接近了双子座生日的前后，就是夏季之前啦，就巨蟹座生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6月整个6月再加一点7月这个部分，可能关系上各方面会好一些哈。好，就这样哦。3号牌其实蛮顺的，然后轮来听的话，祝你好运了哈，祝福你们哦，谢谢你来听，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支持我每日更新的动力，感谢你。